iPhone 15 Pro Max、三星 S23 Ultra， 今天就来看看这两台旗舰手机的表现怎么样。那么这两台手机对比呢，有一个标签一直没有变化，就是它们的销量都是全球第一。那 iPhone 这边呢是高端手机，也就是说是利润方面啊，它是全球第一。而三星呢是每年整体手机销量它都是第一。这俩第一啊都蝉联了好多年了，其他品牌的手机啊得加油了啊。那正式测试前呢，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一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但是啊，是台手机就能拍，您的手机也能拍，主要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那下面呢，就来看看它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呗。两台手机后摄的整体焦段配置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那 iPhone 这边呢就是主摄超广角5倍的长焦，三星是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跟10倍的长焦。再提醒一下啊，它们都是定焦镜头，没有光学变焦，没有光变。拍摄界面大家也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吧？ iPhone 呢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但是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它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三星也是4个焦段切换按钮啊，但是它对呢就是它的4颗光学镜头。上期老有人说新版的三星固件更新之后呢，就会有一个2倍的变焦选项，那个是要单独下载其他辅助程序的。默认设置里边是没有这个选项的啊，我这儿只看的是手机到手后的默认设置。不过呢，你随便点击哪个焦段切换按钮，右边都会出现其他的数码变焦选项啊，这里边是有2倍的，一直都有。行了，开始对比这两台手机每颗镜头还有在各种应用场景下的表现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啊。主摄的参数都列这儿了，这里要着重说一下 ，iPhone 这回主摄的默认输出像素是2400万像素。那只有夜景啊、人像啊几种模式下才会输出1200万像素照片。那三星的原生像素呢是2亿像素啊，更高一些，但是它默认输出的是1200万像素。从实拍样片上看，要是没有暗部的区别，两边的颜色风格还真是挺接近的。那 iPhone 的暗部呢看起来更深沉，但是有细节的。那三星的暗部呢看起来亮堂一些啊，这就是风格不同。你们别问我哪边更接近真实环境，每个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啊，哪边好看你们自己定。那中心解析力方面 ，iPhone 的更强。那毕竟它默认输出的是2400万像素，三星是1200万像素。这不禁让我想起上期对比的华为 Mate 60 Pro 啊，那可见这华为有多猛啊！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这是看的是镜组的制造成本啊，三星的更强。这 iPhone 的感光器跟上一代没有任何变化，这镜组的光学质量呢也没有什么进步。再看一组实拍样片，在颜色方面，这 iPhone 的比三星的更艳丽啊。那中心解析力依旧是2400万像素的 iPhone 更清晰。再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这看的也是镜组的光学质量啊。那么跟右边不同，左边 iPhone 主摄的光学质量还可以啊，三星稍微有些下降，但是也算是不错的。现在是主摄高清模式的对比，那这回是没有悬念的啊。那 iPhone 那边呢是4800万像素啊，比默认的2400万像素还更厉害。但是三星这2亿像素嘛，根据以往的经验是不可能输的。那解析力的差距呢是非常明显的啊，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再看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iPhone 的照片里超广角写的等效焦段是14毫米，但是跟上期对比完之后呢，加上这期跟三星比呢，我感觉它应该是13左右啊，所以我就在下边给改了一下。
从实拍样片上看呢，风格跟主摄差不多啊。iPhone 的暗部呢更深沉一些，三星更亮堂一些。但视角的差距呢，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呢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呢，两边差不多。超广角镜头的光学质量方面呢，iPhone 比前几代呢是有进步的啊，两边就说差不多吧。再看一组超广角样片啊，这回由于暗部比较多啊，两边的这个风格差距就比较大了。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是喜欢更沉稳的 iPhone 这边呢，还是更亮堂的三星呢？啊，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啊，两边还是差不多的。再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把控啊，看的也是镜头的光学质量。就这么一会儿功夫，的天上的云层就发生了一些位置的变化，反正这个光照强度可能也会变啊。就说是 iPhone 更强吧啊，其实两边的光学质量是差不多的。这回微距有意思了，我在太阳底下发现了一个应该已经灭绝的傻不拉几科缺心眼属的笨笨龙啊，大白天它就出来了。那么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呢，最厉害的都是超广角镜头，于是我就离得非常近，对着它的眼睛啊拍啊拍啊拍，它也不跑啊，你说它笨不笨？那要从微距的效果上说呢 ，iPhone 拍的成功率高一些，但是 iPhone 没有拍出那种暖阳的感觉，那毕竟这只小龙它正在晒太阳嘛，怎么拍的是冷色调呢？再看中长焦镜头，中焦这块 iPhone 是没有的，三星有一个3倍的光学镜头。那长焦呢 ，iPhone 这次有了一个5倍的光学镜头，而三星呢是10倍的光学镜头。这两台手机的中长焦镜头对焦效果都是不错的啊。那么咱们直接看样片，先从2倍开始看，它俩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啊，其实差不多，但是三星这边的锐化可不太好看呐。现在是3倍焦段的对比，3倍呢 iPhone 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三星是光学镜头，解析力上没有悬念啊，三星的更强。现在是5倍的对比，5倍 iPhone 就是光学镜头了，三星只能用3倍的数码变焦了。那解析力呢也是没有悬念的啊 ，iPhone 更强，而且强很多。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那10倍 iPhone 又是数码变焦了，三星是光学镜头，那解析力呢也没有悬念，三星的更强。而且这里还有一好玩的事儿，注意看 iPhone 这边房檐上圆形瓷砖里的花纹啊 ，iPhone 已经在极力的猜了，已经在极力的去还原它花纹到底是什么样，结果每一个都是错的。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效果。那么这两个品牌的手机呢，我估计不太敢特意的美白人像，因为毕竟全球用户里有很多深色皮肤的朋友啊，他们不想把自己拍白了。那么这两个品牌的手机呢，在自拍方面呢，还是力求还原的啊，整体的自拍效果也是挺接近的，脸上的瑕疵呢也没有特意的去修饰啊，整体看起来就挺自然。前摄录像这块看了前几期的朋友都知道 ，iPhone 这次的前摄录像在防抖和清晰度上的表现都不够好。那这回三星呢？人物肤色稍微有些偏蓝啊，但是防抖跟清晰度呢都是比 iPhone 强的。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那么在这个场景中呢，从人物肤色上看是三星的更好看，但要从衣服上说呢 ，iPhone 的更自然啊，三星的衣服颜色有些夸张。但问题是跟肤色相比，谁会在意衣服呢？三星的人像一直表现的中规中矩啊，挺好的，而 iPhone 这次的表现呢不够好。再说宽容度的表现。那么第一个场景难度不是很高啊，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拍出来的照片都很好看啊，暗部亮部的细节也都不错。第二个场景主摄在暗部的表现上是有区别的，但是 iPhone 这边看着暗，但是暗部是有细节的啊，这点是挺好的。那么综合来说呢，这个场景它俩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暗部还有亮部，那亮部就是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啊，做的都很不错。场景的难度再提高一些，那么主摄的表现这回暗部细节呈现就是三星的好了。超广角也是如此，亮部细节呈现两边都不错。再换一个场景，这回亮部细节 iPhone 有些地方处理的不好了啊，看起来过曝了，主摄跟超广角都是如此。那么再换一个场景啊，难度更大了。那这回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这亮部看起来都不好看了啊，都有点过曝了。最后一个场景也是非常难的，这回是暗部细节呈现非常难了，两台手机都已经开始骂街了啊，他们都搞不定了。仔细看的话，那么三星主摄跟超广角都稍微强一点点，但是强这一点点呢也没有什么用了。再看夜拍的效果，先看第一个场景。那么这个经典的场景呢，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亮部跟暗部的展现都没有问题。场景的难度增加一些啊，主摄的表现我觉得苹果稍强，亮部呢苹果看着更亮，而且也有细节，暗部呢也是苹果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就是三星的好了。那这个场景呢，三星一直拍不好，主摄的表现明显是苹果的更好啊。我们就是拿起来就拍，不会手动干预。那超广角的表现呢，又是三星的稍微好一些了，但是主摄更重要啊，是吧？
那这个场景呢，又是苹果表现不好的场景了。看过前几期的朋友都知道，那直出的表现主摄还是很糟糕的，跟三星主摄的直出比呢是没法比的。超广角也是如此啊，直出方面也是三星的好。而且就算苹果打开了夜景模式，它的亮部表现也是不能跟三星的直出比的，主摄跟超广角都是如此。那么在这方面呢，苹果还是得加把劲儿。现在是3倍端的夜景直出表现，两边都不错。那现在是5倍的啊，同样两边的表现也都很好。下面是10倍的表现，那么 iPhone 这边的噪点呢就比较明显了，但是细节呈现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场景在直出测试中是比较难的啊。主摄的表现是三星的更好，暗幕细节呈现三星的更丰富。超广角呢，两边就差不多吧。那这个有难度的场景要单独拿出来特意说一下啊。我发现现在有些朋友啊，在评价夜景照片的时候，把噪点看得非常重，就是有没有噪点是评价夜景照片好坏的唯一标准了啊。尤其是那些没有从胶片时代过来的朋友，那么这个场景就非常说明问题。iPhone 这边看着更纯净，但是细节呈现是没有三星好的。三星这边噪点明显比 iPhone 那边多，但是细节呈现也明显比 iPhone 的强。那么现在你们觉得哪边更好呢？好，夜景模式开始了啊，祖传神树场景了，非常的暗了。看看他们的硬件软件配合怎么样。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超广角呢，就是说 iPhone 更强一点吧，一点点。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暗，也是非常经典的。两台主摄的表现都非常不错，细节呈现很好。但是远处啊，比如说远处的树叶还有树皮啊，是 iPhone 的表现更好。那超广角呢，也是 iPhone 的好。树林小路的场景那是非常的暗啊。主摄的表现两边就说差不多吧。如果仔细看的话 ，iPhone 稍微强一点点啊。那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苹果的更好。那这个场景两台手机都打开了最强的夜景模式。这苹果曝光10秒，三星曝光9秒，但是三星的最强模式呢，超广角会出现偏色啊。上一个场景跟这个场景都是如此。那么最后一个最暗的场景就是祖传神树 Pro 了，暗幕细节呈现啊，仔细分析的话还是三星的更强啊。那超广角呢，抛去偏色的话，两边差不多啊，但是这么暗的场景就别用超广角拍了。录像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它也是最接近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的。现在是主摄白天的表现啊，它们的颜色、清晰度还有防抖都非常好。超广角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两边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亮部细节呢 ，iPhone 有些过曝，三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是2倍录像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防抖、清晰度啊两边都非常好。现在是3倍端的表现，防抖、清晰度两边依旧是很顶级的，就是颜色有些不同啊，跟2倍一样。当时录制呢已经是快傍晚的斜阳了，那么色温方面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现在是5倍的表现，由于是光学镜头 ，iPhone 那边的清晰度呢更高一些，颜色跟前面几个镜头还是很统一的，是吧？防抖两边都不错。现在是10倍端的录像表现，三星这边是光学镜头了啊，它的解析力更强一些，防抖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呀。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感觉 iPhone 那边更清晰一点哈。但是这鬼影呢还是比较讨厌的。超广角的表现要细说呢，也是苹果的解析力更高，但问题是也没什么用了啊，这种场景超广角真的是很难应付。现在是3倍录像的表现，那苹果一看这鬼影呢，就知道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三星的3倍呢，就是用3倍镜头拍的，但是到了晚上的暗幕细节呈现呢，是没有主摄拍的好的。现在是5倍焦段，苹果呢同样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5倍啊。解析力、清晰度呢会下降很多。三星那边是用3倍拍的5倍，但是3倍到了晚上，你看这暗幕细节呈现，肯定是没有 iPhone 那边5倍的好。现在是10倍焦段的表现，那 iPhone 还是用主摄来数码变焦拍10倍，三星还是用3倍啊。反正从总体结果上来说呢，那如果没有鬼影呢，还是 iPhone 的强一些，但是它就是有鬼影。这工业设计和硬件方面没什么可说的了，谁还不知道这两台手机长什么样啊？谁还不知道它的性能什么样，是吧？这俩手机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了，那就看看它俩放在一起的对比呗。顺便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反正这游戏发热跑分啊，这性能方面呢，也不是我们节目要说的，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啊。下面我们就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它俩的主摄是各有优势。那超广角呢，两边都很强。中焦呢是 iPhone 15 Pro Max 强，长焦 S23 Ultra 强。
前摄结合录像呢是 S23 Ultra 强，微距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稍微强点，人像呢 S23 Ultra 稍微强点，到了宽容度呢又是 S23 Ultra 稍微强了。那业绩呢两边是都不能搞定所有的测试场景，但水平都是非常高的。那录像白天主摄都是高手啊，那超广角呢 S23 Ultra 稍好，中焦呢 iPhone 15 Pro Max 稍好，长焦 S23 Ultra 稍好。到了夜晚呀，这 iPhone 15 Pro Max 要是没有鬼影的话呢，是比 S23 Ultra 好的，但是它就是有鬼影啊，很烦人的鬼影。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